大家好，我阿傻，今天来分享一下闪电长矛的毕业配置。原本是打算回去玩死巨碎级的，不过撑了大量冷却后，也只把中的冷却压到 0.84秒，想再继续撑就有点太贵了。武器的攻速压到中冷却的一半后，手感是比之前好上许多，不过在玩过电矛后就实在有点比不上了。虽说死巨碎级也可以选择去撬冰晶来产生爆炸，这样就可以不依靠中，也就不用去撑冷却了。但想要稳定的话，冰晶还是需要自己放，变成要藏住2个技能，我就有点无法接受了。索性就把剩下的第一都拿来继续提升电矛了。其实这个流派除了核心的手套、帽子以及双动的权杖以外，自由度还是挺高的，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去搭。未来如果有出适合的喘息，也可以试着去搭配。我自己是觉得2代目前的闪盾有点强，所以还是以这部分去制作。最后的配置就分享给大家参考。如果想要玩纯盾或者是贫血也是可以的。那这部主要就介绍有改动的部分，有兴趣但还没有看过前一部的话，可以点右上角去看完整的流派介绍。首先装备先来说说唯一用来提升伤害的改动，那就是换了高品质的裂痕戒指。追求顶装的可以去用70% 的来做，我自己是没有这么高的要求，就连火点也是点到 T2 就收手了。这颗与我上一部随便做就用了很久的戒指比，直接多了60% 左右的更多伤害。如果是想要提升伤害的人，建议优先换戒指。然后是武器其实用我上一部那只就可以了。我是因为之前买了很多双动的艾古亚长矛，无聊又再做了一把。因为戒指给的点伤很多了，所以武器建议用火电点伤搭配攻击元素伤会更强。不过跟原本那只3点伤的比，也只有一点点差距就是了。如果已经有3点伤的话，也不用重做，除非你钱多又无聊。然后是项链，改用 COC 的虚无，主要是为了多控一个技能栏位出来。因为这个流派其实不太缺金魂，所以可以找别人破歪但是有用的投射物加3来做就好。投射物技能的虚无本身就比较便宜，破坏更是不到100滴就有了。我这边是找能盾的来做，后缀因为实在有点缺能力，所以我是直接亵渎出全能力。项链的全能力应该是除了传神灰质以外，可以补最多能力值的死了。涂油部分我最后还是选择狂暴熊，毕竟除了不错的增伤以外，它还有给10力量，绝对不是因为我懒得再去做一个50珠宝了。已经有50珠宝的人，也可以考虑把泽洛克之阵涂在头盔上。头盔使用渡鸦碎片就能多涂一个天赋了，我没有用，纯粹就是因为我忘记了，做影片时才想到，也懒得改了。接着是腰带，腰带改穿魔血了，前阵子看它掉价就买了一条回来洗，结果没想到这季最后还能从神庙拿到一条。直追主要找水银跟翠玉，真银的话，因为我已经拿了太多的攻速，说实话完全没有感觉，打了几场之后就被我洗掉了。灰岩的话，则是因为我想要把混抗拉高一点，如果没有打算撑混抗的话，装备的抗性位置倒是就够撑元素抗了。我洗到灰岩后是拿了3条的元素抗去改成混抗，目前混抗是有 69%， 最后石化则是洗到就用了，但1条时给3700的护甲其实也挺不错的，不然完全没有护甲有时候被物理上打到还是挺痛的。那如果是追求打宝的就自己改黄金吧，最好是水银加黄金2次就好了。护符的话我放了一个仪式通道，这边要拿猫、鹿、狼都可以，反正我觉得其实主要也就是要拿跑速而已。想要用鹿的话要小心那 20% 的额外电伤会不会让3项的火能不好出来。然后鞋子因为魔血跟衣服给的闪避就够多了，所以我是改来拿护盾。比较重要的是符文用了苦行之旅的传承，也是因为拿了这条，所以才没有办法用灰质去补能力值。不过我推荐有想要出海的话，还是拿一下苦行之旅传承，不然碰到满地的冰环地面真的会很痛苦。手套一样用异世之源，不过改拿了符段版本来补鞋子那边少掉的保护。最后衣服因为鞋子有免疫环数了，所以可以直接找最高闪避的基底就好。这边用闪避能盾的来做也可以，后缀有偏斜就好。我现在空状态闪避有45000，刷图时有红球会接近54000，说实在也够高了。换成闪避能盾复合的生存可能会更高一些。不过现在的配置基本上也是随便刷都不会死了。就燃烧地面要注意，不要一直站在上面就好。这版的燃烧地面的点燃不知道在痛什么，有时候打完机制要捡的东西比较多的话，很容易被烧掉能盾了才发现。技能部分改的其实也不多，主要就是火焰进化的辅助里换了一个他的宣告，另一个生死之心我觉得已经不太会死了，所以没有买。有闲钱的话也可以买来增加生存。然后前一部提到的火月闪电，它不会被算作有方，所以可以不用串了。不过如果手套上暴击球的几率太低的话，还是可以搭配顶点与爱丽丝的管中来辅助拿篮球，但正常应该是不太会去篮球就是了。项链拿 COC 后多了一个技能栏位，我是拿来开解光环。不过为了让刷图更爽一些，我还是把压倒性存在也拿掉了，直接火电解都开起来炸。如果真的要一直连续攻坚的话，这2招可以换成压倒性存在跟召唤2郎。狼多一点不仅能让拿球更稳定，也能让猛扑的增伤更高，前提是你要记得先扑一下就是了。天赋部分也没有什么大改动，因为换过武器爆率又变高了，所以这圈会捡爆伤的被我拿掉了。
还有右下这边我又换了一个50珠宝，可能也是因为这样魔血的阵营才会被搞到没什么感觉。然后这2颗石碟我都没有点品质，感觉没有差到很多，珠宝的催化剂又很贵，就想说算了，一样追求顶中的人自己去提升吧。这次分享到这边，这季真的就玩到这了。这季虽然好玩，但说实话我还是不太喜欢探险。1代的时候就不是很喜欢，这次打了3天后，还是乖乖回陆地了。平常刷图时点几下还好，整张图要在那边点完才能开打。说实话，我打一下就腻了。虽然这次2代的航海是真的挺赚的。然后提到出海，就顺便提一下，天险有一些很白痴的无敌怪，会叫分身的，或是有罩子的。如果打8符文以上时，有时候会一次来好几只。他们虽然无敌，但还是会被击中。如果一次很多只的话，电毛伤害可能会变得很可悲。受不了的话，可以换成冰川之枪来挖粉，把元素武装换成缩短持续时间就可以了。毕竟冰川之枪是直接打范围伤的，一堆白痴无敌怪也不会影响到输出。然后扎粉时要小心，不要扎到怪物无法被暴击。免疫伤害有颜色提醒，应该很好避开，但无法暴击没有。我有好几次都想说这张图怎么这么硬，结束后花出一套右下角才发现又是无法暴击。总之之后大概率会跟1代一样，直接无视坟墓了。顶多平常刷腻了去炸个一场，不太可能成为航海王了。接下来就等火炬开服了，这季玩什么的话还没有想好，有些想要尝试的，现在看起来又会与其他流派抢到装备。这次前几天有事情没有办法玩，怕到时候跟不上物价会不好买核心装备。等编年史更新后再来决定吧。我是阿傻，我们下部影片见。